我抢了周冉的全系第一。第二天，他的小竹马就向我表了白。来到我的世界，和我一起做差生好吗？听到陆一宁和周冉对话的那天，我刚过完考研分数。陆一宁，光让他成绩变差可还不够，让乔宇根本考不上，这样你才算赢。你也不看看他这一年的成绩，经常倒数，怎么可能考得上？可是他毕竟基础那么好啊，那万一……就算他超常发挥，那他上什么学校，一句话的事。就乔宇比宁哥那强多，就算宁哥喊他一起捡垃圾啊，他也求之不得吧？就是，谁不知道啊？他追宁哥的时候，直接从正一变成了倒一，这种极品恋爱脑，什么事做不出来呀？冉姐这手段真是高啊！冉姐，要是乔宇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复，那他估计得恨死你吧？那又怎样？我现在可太想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了。周冉，你错了，能得陆一宁这样大美人的机会，可是你亲手送给我的。这一年陪你们玩得很开心，但前程太重，我就不奉陪了。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学习上，别人背好久的课文，我一遍就能倒背如流。知识点一点就通，难题信手拈来。可惜，我生在了一个灰暗的家庭。他妈的就知道写卷子。我不是让你滚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吗？我已经打工回来了。你有时间你给我多打几份工。你个赔钱货！哎，成天就知道在我们家里边白吃白用。我已经把钱都给你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还敢顶嘴啊！啊！我让你顶嘴，我让你顶嘴，顶嘴就顶嘴你！你张嘴！你怎么又打他呢？我他老子我打他怎么了？哎，再给我顶嘴你！可老实了，打人可以，别打脸呐！我还指望她以后嫁个好人，换彩礼钱，连你儿子都不过。对，你最好给老子卖个好价钱，要不然老子打死你！好了，真是晦气。宝贝，快去把新衣服鞋子换上，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年，再忍1年，我就能逃离这里。可是这个时候，陆一宁意外的出现了。你没事吧？要不我送你去医务室吧。我的脚好像有些使不上力，我用脚趾头也能猜到，这颗篮球不是意外，但它有什么关系？我灰扑扑的22年人生，只有父亲的权利，母亲的算计，埋头苦读的至死。陆一宁是永远不可能注意到我这样的人。要不要我送你去医务室？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为自己拿到。周然，你亲手送到我手中的颜如玉，要。这之后，我欣然享受着陆一鸣的每一次刻意的邂逅。我知道，这都是裹着蜜糖的陷阱，但我甘之如饴。他为我驻足的时间越来越长，看向我的目光也越来越火热。我知道，他们蓄谋已久的那一刻就要到来了。小雨，我喜欢你，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不愿意。我装作看不见他玉带凝章的嫌弃，因为我本来也只想短暂的拥有他，装点我灰色的现实。他应该也很快就会结束这个报复游戏，当众甩了我，替他的小青梅出气。又或许他想玩得更久一点，让我越陷越深，然后再张口叫停。但我没想到的是，周冉派这位颜如玉来到我的身边，竟是要敲碎我的黄金屋。上啊上啊，开大呀！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在写试卷啊？那我不做了。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我不喜欢这样。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好？跟我一起做查身。小雨，别考了，我们永远在一起。这一刻，我极力掩饰内心的狂喜。周冉，原来你想要的是这个。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小雨，答应我，好吗？原来周冉还是没死心，以前逼我让出第一位岁，现在改用免人计了。舒然，你干什么？你挺了不起啊，一来你就考第一。你怎么把我告老师？你告啊！我爸是校长，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怎么告。可惜了，校长也不能取消我的成绩。下个月我还考第一。来，大家安静一下。这次考试啊，第一名乔宇。挨打而已，我的日常。你在想什么呢？你不答应我，就不是真心喜欢我。我答应你，不过亲我。啊？我知道陆一宁不可能真心喜欢我，在这之前我也不敢有出格举动，怕他逆反叫停这场游戏。可是现在他想要我放弃人生，那他做出交换当然是合理且必要的，不是吗？不肯
那算了，我去上自习了。哎，乔宇，上天当真不负你。这次考试，全系第1名，舒然。谢谢老师。乔宇，你最近每天上课都打瞌睡，还好几次旷课被抓，你到底怎么回事？阿姨看来真的是被宁哥带的，不然呢？宁哥天天带着他旷课打游戏，他们去的网吧是我叔开的，我叔说经常推销。别说话。放学以后呀，写份检讨交给我，知道吗？知道了。我该去领取什么奖励？小雨，等等我。今天这么开心啊？我球赛赢了，开心着呢。今天学校并没有球赛，终于帮你的小青梅把我的成绩拉下去了，你很开心吧？恭喜你啊！可是我还得写检讨呢。那我安慰你。今天是我的22岁生日，为我庆祝，好吗？好。每一个女孩子都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生日快乐！而我，聪明又勇敢的乔宇，从22岁的第一天开始践行。男人总喜欢一名女人会对自己的第一个男人念念不忘，可我却在深刻的实践中意识到，男人才是更容易对自己第一个亲密接触的女人食髓知味的。他们通常称她为白月光。身体的亲密会让许多隔阂消弭于无形。陆一宁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自觉间的亲密，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将我归为超出他和周冉原本计划之外的内人领地。可同为女人的周冉，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其间的微妙变化。又不是没见过，我去打球了，跟我一起吃晚饭。哦。乔宇，你跟陆一宁挺有精力啊，每天都这么泡在一起，不腻吗？为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腻呢？而且，我要是不把精力花在我男朋友身上，那花在哪里呢？花在学习上。男人和成绩，周冉，你只能选一个。乔宇，早晚有一天，我保证让你再也笑不出来。周冉的脸上除了澎湃的愤怒，还有藏在愤怒之下对他这场盛大算计的展望。今天大概就是周冉算计好，要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的那天吧。陆一宁，你都好久没有跟我一起耗了。等他填完志愿之后，你就赶紧把他踹了。
之前可是答应过你的，只要你帮我毁了那个贱人。再见。陆一鸣，你躲我！陆一宁大概自己都没明白，在网吧的那一天，我就拥有了让他步步深陷的筹码。只要他和别的女生亲密，我二话不说就去学习。于是，陆一宁一步步妥协，从回避每一个爱慕他的女同学，直至回避他的小青梅周然。而我也投桃报李，稳坐排名榜倒数。陆一宁最漂亮鲜活的时光，完完整整只属于我一个人，我很满意。周然，你呢？之前乔宇在的时候你躲我也就算了，现在他不在，你还一副为他守节的样子。陆一宁，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个书呆子？那不都是你策划的吗？如果不是我为了他守身如玉，你以为你那些第一名怎么来的？现在不到到手了，开始反咬我一口了是吗？那我也没有让你做到这个地步啊！考完这半个月，你天天跟他泡在一起。陆一宁，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陆一鸣，你说话呀！做什么？当然是有情人做快乐事了。给你。陆一鸣很喜欢深吻，他接吻的时候总是喜欢先轻咬对方嘴角，像啮齿动物一样一点点啃咬摩挲，一直磨到你心痒无奈。配合你们演了1年的戏，我也是收获颇丰。现在赶上重头戏，3、2。不是说好今天统一查分吗？时间还早啊，是真不齐也不奇怪啊。要是你啊，倒数第2来得这么早，是不是太过于兴奋了些？反正都知道结果了，早死早超生吧。看来这1年一路下坠的成绩，已经让你很习惯了嘛。听说你估分400多。可能是全系第1，你的校长爸爸一定很开心吧，所以才把我们叫来一起查分，来为你人生的高光时刻做个见证。气度你就直说啊，是吗？哎呀，你的嘴怎么这么红呀？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吗？哎。来，快！摄影机架到那边啊！直播信号调整好了没有？还有那个收音，赶紧确认一下设备啊！快！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快进去坐好，马上9点就开声了。原来校长不仅要我们见证周冉的荣耀时刻，还要直播给所有人看呀！秋雨，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再次出来。9点之后，你就好好的看着我是怎么把你狠狠的踩在脚下的吧。场面比我想的还要大，我也更加期待了。小雨，9点，我们先坐下。好。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我们所有同学统一集中查分，按照学号轮流上台，
分数呢将公布在大屏幕上，所有观看直播的人都会见证上历史的一刻。好了，事不宜迟，开始吧。404，爸，我比预估的还要高了4分。谢谢大家。下一个，小雨。小雨，你赶紧的呀，我们大家伙可都等着呢。好啊。小雨，你也别太难过了，大专也没什么不好的。虽然师资差，但他学费贵啊；虽然说他就业难，但他环境也差呀。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是系统出 bug 了。请问哪位是乔宇同学？我是清北大学招生办的。乔宇同学你好，我是清北大学李老师。你真的是清北招生办的老师？你有什么证据啊？这种事情怎么好作假呢？快把镜头对准乔宇同学！乔宇同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真的因为跟陆同学恋爱导致成绩下滑，还是故意控分啊？天天旷课泡吧，原生家庭还这么糟糕，你到底是天才还是有学习的窍门啊？可以采访我，我知道内情。陆一宁之前是周然的校草男朋友，后来周然不爽乔宇抢了他的年级第一，就让陆一宁去勾引乔宇。天天拉着乔宇逃学、翘课、喝酒、泡吧，想火热的乔宇。哇，所以这是一个学霸识破渣男贱女的复仇计划，玩弄了送上门的黑心帅哥，转身考上了清北的故事。周冉同学，刚刚的爆料都是真的吗？你真的是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毁掉乔宇同学吗？周校长回答一下。对不起，我们无可奉告，别拍了，先不要走啊！校长，我也没想到各位对我的故事这么感兴趣。其实我早有念头，把这几年的学习方法和我的复习笔记写成自传，有意签下我版权的出版社可以联系我。乔宇同学还真有商业头脑哈，格局就是比普通人大。李老师，我们换个地方谈吧。好，跟我来。乔宇，我有话说。乔宇，乔宇同学，你的家庭情况呢，我们有所了解了，所以应你的要求，我们为你准备了这间公寓。在你入学之前，你可以随意使用。我们还为你购置了笔记本电脑，作为你的开学礼物。谢谢李老师，我们学校见喽！开学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来的东西，真好。正好收到了10几个出版社的联系，
可以筛选一下他们报警。喂，接了接了，开免提，开免提。喂，哎，小雨，我是爸爸。哎，你这次有没有奖学金啊？奖学金有啊，起码50万了。50万？50万！而且还有很多出版社抢着要跟我签合同，让我写自传，版权费嘛，至少又有100万呢。100？哎，姐，这下得给我买一台好电脑了。就知道电脑，家里有很多东西要置办。去什么？这乔家真是祖母亲呀！就是，你说我咋没这福分？以后乔家再怎么着，可是要横着走啊！哎，麻烦问问乔宇同学什么时候回家，我们盼着给你们一家做专访呢。对，哎，小雨，你什么时候回来呢？记者们还等着采访呢，你赶紧回来，妈妈给你做一顿庆功宴。回家？回什么家呀？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你还有几个家呀？当然是咱们的家呀。你们那儿那个鬼地方，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去了。什么？小雨不回来了？哎，傻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能不回家呢？我们呀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呀。爸爸妈妈是指那个每天喝醉酒就对我拳脚相向，逼我辍学打工帮补家用的乔富贵，还是你这个天天盼着我毕业就能嫁给老官府，帮你拿一笔彩礼的李叶芬，或者是从没把我当姐姐看，被你们宠得无法无天的废物乔耀祖。哎，你个白眼了，你怎么说话呢？啊，我几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了？你怎么回事啊？平时没少打孩子吧？你看见没说？乔宇，哎呀，我的小雨啊，那都是过去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不对。但是呢，我们始终都是你的爸爸妈妈，这里呢也始终是你的家。你不回来，你又能去哪里呢？我已经成年了，还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我的努力和能力会带我去到很多可去的地方，就不劳你们操心。顺便告诉你们，我会在自传里详细的描述你们是怎么虐待我，你们就等着被全世界指鼻子骂吧。乔宇，乔宇，哎呦！喂，造反了，造反了！我就敢死都不在乎了，我打了他腿！所以乔宇同学说的是真的，你一直在虐待他。哎呀，这个乔家真是没福气，你真是活该！我早就看他们一家都不顺眼，从小就重男轻女。快拍！哎，别拍了，别拍了！你别拍，看到没有？还拍什么跑？滚蛋！给我滚蛋！走！滚！乔宇，你要一直努力，永远有做选择的勇气和底气。去。乔宇，是我，乔宇。魏宁，开门。乔宇，我想了很多办法才知道你在哪，我只想见你一面。求你了，开门好吗？乔宇，我除了见到你，我不再和你骗了，我也不在乎你成绩上还是差，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乔宇，你想去清北，我去报京都的学校，我们一直在一起好不好？求你了。但周冉不会生气，你的赌可是输了呀，你。都听到了，不是那样的。
乔玉，我之前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在湖北周然一击就赢下那个赌，现在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开始慢慢了解自己的心，我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以前的事我们就让它过去，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你听见了吗？周然，你听见了吗？周然。小雨，你这个贱人！你以为你这样子就能赢了我吗？我告诉你，你也别得意的太早了。你考上清北又能怎么样？像你这样的蝼蚁，我有的是办法赢你。还有，陆一宁，你以为你和这个贱人还有可能吗？我告诉你，小雨其实他早就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他根本就是利用你来报复我。你只不过就是他报复我的工具，他现在用完你了，就只会把你像垃圾一样狠狠抛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都听清楚了吗？我知道，我相信。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对不对？身上的伤怎么回事？你是说这里是被你的小心没用蜡烛烫的，还有这里，他说我命贱，却偏偏妄想自己不配得到的东西。还有这里，他让他的狗咬我，他说这样我才能记得疼，才能学乖。他为什么这么对你？不会是，当然是跟你坚信的你一样。你想过没？周冉家里有钱有势，他爸爸还是校长，他明明有那么多办法可以逼我这个蝼蚁让步，为什么偏偏还要搭上你这个校草竹马？你想过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求你告诉我。好啊，我告诉你，因为1年前，他其他所有的路子都被我用命给堵死。用命堵死？什么意思？陆一宁，准备好重新认识我。太刺激了，确实让人看着有点难受。乔玉，你别这么惊讶，这一次是我主动让你这样。小雨，你就等着被退学吧，我玩腻了。你什么意思？话说了，不识趣的东西呢，眼不见为净，何必一直脏了自己的手呢？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让，那我就只能找个理由把你开除了。哈哈，懂了吗？哈哈。你看，穷人的生活就是这么艰难。我忍耐了这么多年，心甘情愿的爱周然，只不过是想好好学习，求一条出路。高高在上的他，用一句话就把我的路给断了。
天认命，我要逼周然再动一次手。为了激怒周软，逼他出手，那一次考试我全力发挥，一下子超了他40分。冉姐，再打要出事了。真晦气！明天我就让我爸开除你。小同学，你现在怎么了？你是被抢劫了吗？阿姨，求求你救救我！我去帮你打120。不要，我可以自己去医院。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东西。你是要行车记录仪的 SD 卡？凶手行凶的过程被拍下来了。好，我去帮你拿。我想多问一句，打你的凶手你认识吗？我看你的样子是学生，你被伤成这样，你们学校不管吗？那你告诉阿姨，伤你的凶手是谁啊？是我们学校校长的女儿。周校长的女儿。小同学，我很同情你，但是周校长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手眼通天，抱歉，我不能冒这个风险，对不起。没关系的，阿姨，我理解你。小同学，我也有个女儿，拿着吧，救自己。谢谢阿姨，谢谢。这就是这个视频的来历，是我拼了命从一个心软的母亲那里算计来的。算计？我忘了说，事发前那条巷子里的每一个车，我都去确认过。最终，我选中了那个阿姨的车子，是因为她在自己的车子里放了很多跟女儿的合照。车子里的合照有很多，最新的一张看得出来，他的女儿应该得比我大几岁。那个阿姨应该每过几年都会换一次合照放在车里。这么爱女儿的妈妈，应该会很心软吧。所以，周冉动手的时候，我拼了命的把自己暴露在他行车记录仪拍摄范围之内。你看，我多坏，算计了一个无辜的、心软的母亲。你这是在赌命。不然呢？不然呢？我们这样的人，除了命还有什么？好在上天虽然不曾偏爱我，但他还是被我这股狠劲给吓住。之后就很简单了，
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周冉动手的全过程。我告诉他，如果他再动手，如果我被退学，那这个视频就会出现在每一个网站上，让他深痛。可是你不怕吗？那种视频发出来，你也会毁了你自己的。你跟周冉的反应果然一模一样，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我敢烂在泥里，他敢吗？你们这样的人敢吗？他不敢，可他又不甘心，所以他把你送到了我身边。可这些我都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周冉的暴行和你无关，否则和施暴者的同伙谈恋爱很恶心，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和你周周人家一样无耻恶毒？所以你刚才为什么要愤怒呢？周冉说的没错呀，我就是要报复他。凭什么要受害者受困一生，先暴者就能活得潇洒畅快？我就是要亲手夺走他在乎的一切，排名、爱情、前途，亲手把他送进监狱，让他在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着。他所失去的这一切，是他扇过的每一个巴掌，留下的每一道伤痕，是天堂轮回，是罪有应得。而你就是我报复的工具之一。你真的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吗？当然，我喜欢过你的脸，喜欢过你的身体，可唯独没有喜欢过你这个人，一分一秒都没有。请吧。周冉，你报应了。乔宇同学，你放心，你提供的视频证据已经足够指控周冉的暴力行径，我们已经派人去拘捕周冉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全部交给我们，法律一定会为你伸张正义。你就好好学习，好好休息。谢谢你们，早点回去吧，开心点。太阳出来了，乔宇，如果从此人生不再风雨肆虐，你会选择做个好人吧？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来参加我们知新出版社为乔宇同学举办的自传签售会。接下来，用隆重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乔宇同学上台。大家好，我是乔宇，感谢各位来为我捧场。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很激动。这本自传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但我相信有很多跟我有类似遭遇的人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乔宇同学，我已经看过出版社送来的样本了，看完之后我真的彻夜难眠，很难想象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我也是，我是熬夜看完的，我一边看一边用完了2包纸巾。你自传中写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真的很有共鸣。我也跟你一样，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被爸爸打，被妈妈冷漠，还被弟弟吸血。我相信你的自传一定能鼓舞到有类似遭遇的人。妈，就是乔宇，算他
你了！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骗子！白眼狼！我白养你！我干什么？哎呀，乔宇同学，你没事吧？没事，一些菜仔。保安，来把这几个老实人给我抓起来！放开老子！放开老子！放开！妈，你说话呀！各位，我们是乔宇的爸爸和妈妈，今天我们是来揭穿他的谎言的。谎言呀！这是乔宇的爸妈。谎言？放开他们！你说乔宇说谎了？他说什么谎了？还能说什么谎？他那本自传，那里边全是骗子，没有几个字是真的，全是胡扯。各位，我们家是有一点重男轻女，这件是真的，我们承认。还有其他什么虐待、什么彩礼都是假的，是乔宇他为了出名想赚钱，不想赡养父母，不想帮补家里，所以他就搞了这么一出自导自演的诡计。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们白养你了，我们就是啊，姐，你发达了也不能不认爸妈呀。为什么要在自传里面编造谎言说他们虐待你呢？你就这么恨我们吗？我们可是一家人啊！真是女大不中留。乔宇同学，你怎么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凡事都要讲证据。我在自传里将我打工攒生活费的流水，我爸殴打我的验伤，还有我妈要拿我花彩礼钱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罗列了出来。他们说我是在撒谎，总得拿出点证据吧。乔宇同学说的很对，乔宇同学的自传里证据很详实，难不成他拿着自己的前途和名声污蔑你们？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呀！当然有，我有铁证。好，乔宇同学，你意下如何？有证据，当然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小雨，要不是你把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我们也不至于跑到这里来，闹得这么难看。你还造谣污蔑我们，你要是现在给我们道歉的话，乖乖跟我们回家，妈妈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证据也就不用拿出来了。你能考得这么好，我们为你高兴啊！小雨，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对不对？你考虑考虑。对呀，姐，跟你回去，继续被洗洗。我是不是还要把我的奖学金都拿出来，让你们挥霍呀？不用了，谢谢。抓紧把证据拿出来。小雨，好啊，这都是你逼我的。各位，你们看看，这是我老公，也就是乔宇爸爸的医疗记录。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吃药维持，不能喝酒，不能情绪激动，否则的话就会引发脑梗。你说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长期酗酒呢？怎么会虐待乔宇？至于那些彩礼什么的聊天记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说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啊，你们可以看我的手机，你们随便检查。各位媒体朋友们，这些诊断单都是真的，高血压、心脏病，他的确不可能天天酗酒打人啊。是啊，是微信记录里确实没有说什么彩礼，说不定他把彩礼内容都删掉了。那乔宇也能 P 图啊。姐，我求你了，你有什么气对着我撒好不好？你放过爸妈他们。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自传，现在网上的人全部都在网暴我们家呀！几十年的老街坊啊，也都指着爸妈他们骂，我们家都抬不起头做人了。学校里面的同学也都指着我一个人骂呀。他们确实重男轻女，确实思想封建，可是他们真的没有虐待你啊！他们只不过是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和新鞋子，你何必撒这么大的谎去报复他们？我求你了，放过他们好不好？起来，咱不求他啊！乔宇，你到底要把你的骨肉之亲逼到什么地步，你才可以收手呢？那这么看来，乔宇的自传确实是有夸大的成分啊。重男轻女也不是犯罪，倒是为了报复自己父母撒谎，这事算是搞大了。乔宇同学，今天这场风波，如果你不能平息的话，那这本自传恐怕
无法再安排给你继续出版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的是，这场戏演得还蛮好。要是换了个心理素质差的人，说不定还真被你们反咬一口。小雪，你说我们在演戏，这些证据难道都是假的吗？重点就在这场大戏还有这些证据，不是你们可以想出来的，幕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吧。思来想去，和我有仇又有能量的人，只有那么一个人。敬爱的周校长，你在外面吧，这么精彩的大戏，你不可能不亲眼看看。别藏了，出来吧。还真是周校长。难道乔宇说的是真的？周校长撺掇着乔家人演戏？周冉现在进去了，周校长跟乔宇有深仇大恨，那他确实能干出来这种事儿。周校长，今天乔家人来跟你有关系吗？我确实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就是打击报复，这乔家人真狠心，为了恶心女儿，居然和虐待女儿的凶手勾搭上了。这样各位稍安勿躁，还请听我说两句。诚然，我女儿周冉深深地伤害了乔宇，为此，她已经接受了司法的制裁，这是我作为父亲的失职啊。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作为校长不能够再失职了。乔宇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我不愿意看到他行差踏错呀。在知道了乔家人的遭遇之后，这才决定帮助他们，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乔宇回头是岸。乔宇这个小屁孩竟然想利用我对付他没心没肺的爸妈，害我女儿坐牢，还要耍我的丑，今天都要跟你一并算清楚。各位，抛开我的立场不谈，乔家人是拿出了切实证据的。大家看看这些诊疗单，我想试问各位，一位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怎么可能会天天酗酒打人呢？所以，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从这点来说，确实不是没有可能。这些诊疗单都是我院长朋友帮忙开的，任谁都看不出端倪。如果乔宇这一点会撒谎的话，那说明他其他方面也有可能撒谎。看看吧，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女学霸。爸，你说你高血压、心脏病，不可能酗酒打我啊？对啊，有问题吗？乔宇，你干嘛呢？我早就想这么干。给你算了！妈的，给你脸了我！保安，来把他拉开，快！救人啊！把他拉开！不是高血压、心脏病不能动怒，挺健康的呀。是啊，这个精气神可不像心脏病、高血压患者。我老公他是那个他是吃了药来的。哎呀，周校长，你说对了呀！不瞒各位啊，我刚吃完药，我现在就有点不舒服。哎呀，老公，别演了！我刚刚只是为了过把瘾才打那几个巴掌。我自传里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撒谎？大家看了这个视频，自然清楚。再给我顶嘴你！最好给老子卖个好。小雨，你竟然在家里偷拍，你不要脸呐！我只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安了个摄像头，这算什么偷拍呀？这些年来，
这个摄像头记录了你们对我的全部报喜。我本来是怕在成年之前被你们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摄像头里的内容报警求助，跟你们断绝联系好。我还想将这些视频就此封存，不想让全世界亲眼看到你们是有多无情无耻。我之所以一直不公布，不是为了你们，只是不想吓到大家。但是多亏你们今天来，我才下定决心，只有将你们的暴行公之于众，才能起到更大的警示作用。一切都水落石出了，请你们马上离开，不要干扰我们的签售会。你们别想走，干脆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会曝光的。朱校长，现在你承认你是帮着乔家人对乔宇同学打击报复了？乔先生，乔宇同学的视频中你明明白白在喝酒，那么你高血压、心脏病的诊疗单谁帮你伪造的？回应一下！回应一下！别拍了，别拍了，让开，让开！够了！啊！我们跟你背叛！你以为我想要你？你知不知道你当初叫什么？叫乔雨月，多余的余。你是我们根本就不想要的女孩，你知道吗？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名字写错了，才叫成现在的乔雨。我告诉你，在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你，没有一个人欢迎你，你本来就是多余的，你就是个多余的。把你养大，让你考上状元，你本来就应该感恩戴德，你就应该孝敬父母。我问你，你还想要什么？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出去！乔宇同学，今天发生的这场风波，是我们出版社方面没有做好安保工作，你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要不这样吧，今天的签售会我们改期。今天啊，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吃顿状元宴，给你压压惊，好吧？你们言重了，我没事的。签售会可以如常继续。真的吗？你一会儿可是要通过网络发表演讲，这场演讲会估计会有几百万人观看。我可以，我很肯定。明白，我马上安排，带乔宇同学下去整理一下。走吧。大家好，我是乔宇。很多人听说了我的故事，如果你身处泥沼，如果周围的一切都在拉着你往下沉，请记住，斩掉荆棘，做自己的坟墓，将累赘踩在脚下，变成踏板。我是乔宇，不是多余的余，也不是风雨的雨，而是他日卧龙终得雨，今朝放鹤且冲天的雨。但愿你我都能凭一身铮铮傲骨，从泥潭中爬出来，去看旷野，去逐繁星，去往远方。我先行一步，在前路等着你们到来。乔宇同学，你的演讲真的是太精彩了，刚刚的收看人数超过了1000万了，你的自传肯定大卖。谢谢您，我先去趟洗手间，很快就回来。等等，果然是你，我没认错。我没想打扰你，我只是想远远的看着你。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总想着随着时间过去，再强烈的情绪也会消散，我和你之间或许还有机会。可刚刚看到你应对周校长和你家人惹起的风波，
还有那场精彩的演讲。我明白了，你是天上的飞鸟，应该回到自己的高山。像我这样的人，我只让你回头。很文艺，但我更喜欢务实。这张卡里有2万块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所有的花费。和你在一起这1年，我的很多花销都是你出的，多得我不用节衣缩食，不用谨小慎微，可以专心学习。不，是可以偷偷的专心学习。现在我要还给你了。不用，谈恋爱我花钱应该的。陆一宁，别误会，我把这个钱给你，并不是觉得我欠你。当初我只是提前预支了自己能力的筹码，如今我来为自己兑现了。这笔钱是还给过去那个弱小无助的我的。小雨，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的人了。当然，我可是独一无二、灿若骄阳的乔雨。陆一鸣，再也不见。会再见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追回到你的身边。清北研究生毕业后，我工作了2年，随即被咨询业最顶尖的公司 BAT 猎头挖走，担任1年部的副经理。今天是我入职的日子。这就是经理办公室。经理你好，我是乔雨，是新来的运营部副经理，以后就是你的副手，请多多关照。别来无恙啊！周然，你怎么在这儿？我坐在这儿还不明显吗？你应该几年前才从牢里出来，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当上 BAT 的经理？在 BAT 里，你爸也有关系，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只有蝼蚁，它才需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而我，就算是被你害得进了监狱，可是到头来，我还是骑在了你的头上。周然，你坐在我的位置上做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跟新来的乔副经理开开玩笑。你就是新来的副经理乔雨吧？你的职位有了新情况，我们部门只需要1个副经理，但现在有2个人选，一个是履历显赫的高材生，一个是关系户。我说的谁是谁，就不用点名了吧。经过高层商议决定，对你们2人进行为期1个月的考察，正好公司在争取拿下旭日集团高达1亿元的合作，所以1个月内你们俩谁能拿下旭日，谁就留下。旭日集团，我一定会把你拿下。这就是我提案的全部内容，请张总补正。乔副经理，作为旭日集团这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我呢就不拐你条了。你这个提案非常出色，我认为很有可能中标。我会马上把你的提案上交到公司高层，进行下一步商讨。太好了，张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张总，您看看这个。乔副经理，很抱歉，我改变主意了，你的方案我不予采用，请你离开吧。张总，这是为什么？
张总，等等，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刚才还谈得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乔副经理，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自己心里清楚，就没必要非要让我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吧？张总，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您执意要否决我的提案，至少让我死个明白吧。你自己看看。周然，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张总，这个 PPT 是对我的诬陷，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你不用给我解释，这种丑闻，不管真假，都麻烦得很。你跟我解释，就算我信了，我的上级不信怎么办？乔副经理，我们做生意都讲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这个合作以后再说吧。再见。不知道张总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不知道张总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所以，小陆总，张总，我刚刚在门外听到了一切，关于这个 PPT， 确实是有人恶意造谣。我和乔副经理也算是旧相识了，以他的人品和能力，你可以完全信任。我用我的信誉为他做担保。有小陆总做担保，那就不同了。那这样，乔副经理，你的提案我照常给到高层评估。不过 PPT 的事情，还是要尽快消除影响。张总，您放心，今天之内，我一定让这个 PPT 消失。那你们先聊，我走了。没想到吧，乔宇，你说过我们再也不见，可现在我们还是在家。无论如何，感谢你的帮助。你好像对我出现在这里一点都不意外，也并不关心我的身份。陆一宁，我是个被猎头挖掘的职场精英，来谈合作，自然要对你们旭日集团做深入调研。调研的时候我就查过了，你们旭日集团里面有个董事姓陆，眉目跟你相似，于是我就顺藤摸瓜查了一下你们旭日集团近期的动态，早就知道你在旭日营销部当副总了。你既然想跟旭日合作，怎么没想到跟我攀关系呢？攀不上啊！你爸很理智，你在旭日的话语权没那么大，我又何必做多余的事呢？你还是那个那么精明，那么出色。当然。那这个黄瑶应该也不需要我帮助了吧？不用。说起来，我也得赶紧回去处理这些事。再见。乔宇，我希望你能顺利中标，我们以后合作愉快。一定。陆一宁，你等了4年，可一定要沉住气啊！冉姐，你可太厉害了！你那个 PPT 一出来，看乔宇怎么给你斗。他的职业生涯呀，算是结束了。我们副经理的位置肯定是冉姐的。副经理算什么？我来这 BAT 是为了当总监的。那是。那我可得给周总监送上一份升职大礼。乔宇，你找死！多少岁了，还是这些手段，能不能有一点长进？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证据？我需要证据证明是你做的。你是不是还没搞明白？现在不是学校，而是社会了。你什么意思？周然，你造我黄瑶只是捕风捉影，可你因为对我施暴而蹲过班房，可是铁证如山的。周大小姐是不是想全公司？啊不，是全行业
都知道你光辉的过去啊！你猜，全行业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知道有一个不学无术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跟他们谈合作，他们会怎么想？乔宇，你可别忘了，你要是敢揭发我，你也会暴露你那丢脸的过去的。我只是有被你欺负的过去，但这从不丢人。凭什么要受害者卑微些许？该受到谴责的应该是施暴者才对啊！周冉，要玩小手段就玩得高明一点，不要让我一下子就抓住痛脚。1小时之内，我要你弄的这个黄谣 PPT 消失。再让我看到有在传播，那你的光辉过去 PPT 就会立刻情报全网。你们2个给我去工作，还有，去给我买杯咖啡。婵姐，我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从社会上找个朋友去弄他？你们2个猪头，给我该干嘛干嘛去！那我们去提他们咖啡。滚啊！小雨，我保证让你再也笑不出来。恭喜你们，你们2个的提案都进入到了旭日集团的最后一轮评估。据可靠消息，旭日集团明天上午将会决定最终中标提案，而且将会是你们2者中的一个。你们做得非常好，这是我应该做的。公司高层决定明天举办一个隆重的庆功会，同时也是一个表彰会，为我们这次拿下旭日集团价值1亿的合作好好庆祝一下，也好好表彰一下我们这中标提案的大功臣。当然，我也知道对你们来说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我只能说，祝你们好运吧。谢谢李经理的祝福，不过我不信运气，只信实力。李经理，要是明天乔宇因为愿望落空而在现场发疯，我很乐意为你做善后果。我先出去工作了。我先走了。喂，爸，怎么样了？放心吧，宝贝女儿，一切都办妥了。谢谢爸。您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一定。明天庆功宴会见分晓。想加回我微信，怎么见面不直接提？事后暗戳戳加我。他被你拒绝，现在找了个好理由。我找了个朋友，帮你溯源了一下那个黄谣 PPT， 虽然找到了 IP 地址，不过是假的，可见造谣的人很谨慎，你恐怕很难找到直接证据控告他。无所谓，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陆一宁，4年了，还放不下我？现在没空儿女情长，
明天是决定去留的庆功宴，很重要。我要下班回去睡了。时间过得真快啊！陆一宁，再也不见。会再见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再回到你身边。爸，我要上镜，我想进旭日，你帮帮我。就你这纨绔，还想进集团？做梦！爸，我是认真的，你要我怎么努力，我都愿意。你想疯了？好，我帮你，但你如果半途而废，我打断你的腿。乔宇，我这几年很努力，出国深造，回来生根，我不再是差生了。现在，我有资格进你的世界了吗？你的履历我看过了，欢迎来到优等生的世界。乔宇，别考了，和我继续上大专吧，我们永远在一起。乔宇，是我亏欠你太多，我这辈子真是被你拿捏住了。今天这个庆功会的目的，在座的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是关于我们是否能拿下旭日集团的合作，以及副经理的人选的。在庆功会开始之前，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一位重磅嘉宾，赵总经理。赵总竟然亲自来，看来公司很看重这个合作啊！谁说不是呢？董事长病休1年，赵总已经是一把手了。我看赵总进组很快，也就是时间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的热烈欢迎啊！今天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BAT 拿下旭日合作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离不开在座各位的努力。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也很痛心，因为今天也是决定2位优秀的年轻人去留的日子，错过谁都是遗憾。很可惜啊，公司暂时无法提供更多的管理岗位，而2位年轻人呢，也不应该屈就。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用实力来说话。赵总，旭日的结果应该马上就会通知过来。好。怎么样啊？冉姐放心，都搞好了，保证让乔宇出大丑。赵总，旭日集团的电话打过来了。好，看来今天谁去谁留已经有结果了。乔宇，你说这像不像当年的大考察分啊？像，当年的结果你没忘吧？这一次你输定。接电话，开门。喂，你好，我是赵子高。哎呦，竟然是赵总亲自接电话，诚惶诚恐。我是旭日集团这次负责招标的负责人张弛，打这通电话是为了告知你方，经过评估，你方其中一个提案被采用，我们旭日非常期待与你们 BAT 合作。敢问张总啊，这次最终采纳的是哪套方案？我看看，是代号为 QY 的方案。QY 是我的方案。QY 那谁的方案？你急什么呀？我们不知道，高层肯定知道。好，那谢谢你们，之后我们保持联系。哎呀，看来已经是尘埃落定了。QY 的项目中标，其负责人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啊，顺理成章的应该成为部门副经理。让我们恭喜 QY 的项目组。
周冉，你还是输了。周冉，什么？曹宇，是你输了。张总，你负责的中标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小陆总，你这么关心是因为乔副经理吧？算是吧。所以最后哪个方案中 ？QY 啊。QY， 那就是乔宇的方案，太好了。是啊，我也知道这个方案是乔副经理提案。不过我听说 BAT 那边负责这个项目的方案名字叫周冉，只要不影响方案落地，我们旭日是不会干涉的。什么？怎么会是周冉？赵总，李经理，出什么岔子了吗？QY 明明是我的方案呀，为什么变成周冉的？安静，小雨啊，你说 QY 是你的项目，可我这里明明的写着 QY 是周冉负责的。李经理，这是怎么回事啊？赵总，我已经很明白的跟你说过了，我不愿意配合你撒这个谎。提案是乔宇的，但你却将功劳归功给周冉，我也没有办法。你还真是不识抬举呀！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以你的能力，还是一个小小的运营部经理，你说你为着护着一个小小的副经理，搭上自己的前途，值得吗？原来如此啊，周冉，你是赵总的关系户啊！什么？还真是乔宇的方案被周冉偷了？太离谱了！原来周冉真的是赵总的关系户。看来副经理只是他的踏板啊！吵什么？行了，既然事已至此，也没必要装了。小雨，你立刻收拾东西，你被开除了。周冉，这是你设的局。这场竞争上的，从一开始就是你想耍我的设计。乔宇，我都跟你说了，现在不是象牙塔，不是之前考试那么简单啦。赵总是我的亲姨丈，这个小小的副经理之位，如果不是因为你想要，我才懒得来呢。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无论你有多努力、多优秀，可是最终还是要被我骑在头上。是不是啊，姨丈？哎呀，我呀最疼你这个外甥女儿了。乔宇这个不识趣的东西，他之前敢欺负你，你想耍耍他，姨丈自然会帮你了。你放心，只要我放出话去，以后整个行业内没人敢来用他。以后啊，在 BAT 跟着姨丈，保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们这么猖狂，是把 BAT 当自己私产了吗？赵总，你不过是公司的总经理，甚至还没入董事会。你想没想过，今天的事要是被 BAT 的董事长知道，你要怎么办？今天这个事儿，谁敢捅到董事长那儿去？董事长他现在正在病休，谁打扰他老婆，我开除他！小雨，你看到了吧？没有人愿意帮你，就你一个小小的员工，我看你能拿我姨丈怎么办呀？那可未必。你是旭日集团营销部的小陆总，没想到赵总认识我，正是。赵总，您刚刚跟周冉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跟你开门见山吧。关于此次你们中标的 QY 方案，我很清楚是乔副经理做的，但你们却将之后的对接人换成周冉。关于周冉的过去，
我一清二楚。他是绝对没有能力承接此次方案的。作为旭日集团方，我很怀疑你们这么做的理由，也担心你们这么做会损害我们旭日集团的利益。如果你们再不做出纠正，我会将此次事件汇报给旭日集团董事会，让他们取消合作。陆一宁，你疯了吗？当年乔宇利用完你就一脚把你踹了，现在你还帮着他。小陆总，太冲动了吧？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对我们双方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很清楚你在做什么，在做正确的事，我早就该做的正确的事。1个亿的合作，好，好啊！既然小陆总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明白了。我相信赵总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哎，所以我决定，就算是这次合作黄了，也绝对不让乔宇这货给留下来。什么？赵总，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总，这可是1个亿的合作呀！你身为公司的总经理，竟然为了维护周冉这个外甥女，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可是严重的渎职啊！乔宇啊，公司的损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是也知道吗 ？BAT 不是我的个人私产，就算是这次合作黄了，我一样旱涝保收啊！我担心什么呢？倒是你，因为这个合作把你这个祸根留下来了，那我这个总经理颜面何存呢？我以后还怎么控制公司上下呀？赵总，好城府啊！小雨，还有你，马上给我滚！你要是觉得不服我的决定，你也可以滚。我们 BAT 不缺人才。乔副经理，我们旭日集团无比欢迎您这样的人才。李经理，还有你，如果您愿意来，我也一定大力引荐。小雨，我们走吧。怎么了？陆一宁，你的好意我心里明，不过大戏马上开场，走了不是很可惜吗？大戏。赵总，好大的官威啊！哎呀，董事长，您怎么突然大驾光临？哎，快走走，董事长。怎么，赵总不欢迎我这老头子吗？怎么会？董事长，这是您的公司，怎么可能不欢迎您呢？只是说您这1年来一直病休，所有的事务呢都由特助代为处理。您突然驾到啊，觉得有些意外，主要还是担心您的身体。您下次来啊，提前通知我，我派人接您呢。是啊，老了，都病休1年多了，这次回到自己的公司，这派头还没有你赵总大呀。董事长，你这是哪儿话呀？今天这庆功宴是什么章程啊？他们几个怎么搞得剑拔弩张的？赵总，董事长，您不要介怀，他们都是闲杂人等，我赶他们走，他们赖着不走。来人，把他们这些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别碍董事长的眼。是，保安部立刻派人过来。他们俩。副董事长，我是旭日集团营销部副总陆一宁，我要向你检举赵总侵害 BAT 权益的卑劣行径。陆一宁，你不要胡说八道，这里是 BAT， 不是你们旭日集团，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你们愣着吗？让他滚！副董事长，请听我说。你是小陆总吧？赵总说的对，你始终是外人，不适合对我们 BAT 内部的问题指指点点。副董事长，你这个老东西果然老糊涂。你们愣着干什么？董事长都发话了，赶紧让他滚啊！
赵子高，你急什么？我话还没有说完呢。董事长，您是还有什么指示啊？这外人不能说，我们自己的人总算可以说吧。你来说。董事长，他说就更不合适了。他是刚被开除的员工，正在公司闹纠纷呢。什么？你说他被开除了？对呀。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权利开除他？乔特助，难道你没有和赵总自我介绍吗？你可是我派来的代表啊！乔特。董事长，您忘了，我是受您委托，假装应聘的员工来进行内部巡查的。对，你看我还有这么一件事的嘛。我可能是老糊涂了。小雨是来内部巡查的，当然不能自我介绍了。现在巡查告一段落，我也可以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乔雨，是董事长的特助。过去1年，我一直作为董事长的代表处理公务。今天初次见面，日后还请多多关照。你就是那位神秘特助啊？乔宇，你怎么会是 BAT 董事长的特助？乔宇，周然，没想到兜兜转转了8年，你还是落得个自以为胜券在握，却被我耍得狼狈不堪的结局。乔宇，你。乔特助啊，你看之前我们有诸多的误会，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做东，咱们好好的化解化解。赵总客气了，巡查结束，当务之急理应是向董事长汇报结果。说说吧，乔宇，这次巡查过程当中都发现了什么？我发现，公司总经理赵子高在公司内部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已经不适宜继续留着了。当真？哎呦，董事长，这里肯定有误会啊！没误会，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你是怎么为了将周冉这个外甥女安插进公司，欺压员工、侵吞员工功劳、损害公司利益？赵子高，你不但不能继续留任，公司还应该追究你职务侵占的罪行。对，董事长，我可以作证。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董事长都来了，你们还怕他赵子高吗？董事长，我可以作证。我也愿意作证。我也可以作证。好话，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赵子高，枉费我当年提拔你，就这样报答我的知遇之恩吗？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把他办公室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封存，作为证据，不得拿走。是。你们做梦！董事，我是总经理，你没通过董事会投票，就想开除我？赵子高，你是耳朵不好使了吗？刚刚乔宇罗列的证据，哪一条不足以罢免你？谁关系户？我认。我堂堂一个总经理，往公司内部塞我的外甥女儿，怎么了？算什么大事吗？董事会谁没干过这事儿啊？就凭这个想说服董事会罢免我，休想！赵子高，你还为了周冉破坏了我们和 BAT 价值1个亿的合作，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种事换做任何一家公司都没办法容忍，而且你还违法了。证据呢？我们都是人证。你们几个都跟乔宇有关系，而且有利益勾结的嫌疑。就凭你们几个所谓人证，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你们懂法吗？
好啊，赵子高，你很猖狂啊！乔宇，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董事长，您放心，我有证据。刚刚赵子高在这个办公室里的一切言论，都已经被我录下来了。乔宇，你少说大话。这庆功宴的会场是我的心腹员工安排的，你想趁人不注意往里放一个什么摄像头偷拍，想哄我？你的修行还不够。这倒是真的，在庆功宴开始之前，我还为此苦恼了一阵。我说你们拿我没办法吧？小冉，你放心，一仗不会那么容易被他们摆平的。我话还没说完，是我没能提前安排好摄像头，不过我也的确拿到了视频证据。赵总如果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那不妨自己直接看看。你不是也知道吗？BAT不是我的个人私产，你合作就是黄了。我压到这不可能！你是怎么搞到的？这件事情说起来，还得感谢您的好外甥女周冉。什么？周冉，你在干什么？一周，还是我来替他说吧。周冉，他让自己的2个跟班偷偷安了摄像头，将刚刚庆功宴的过程全都直播了出去。他的本意应该是想将我被他抢功劳、歇斯底里的样子直播出去，好报当年大考我害他在直播中丢人的仇。不过，他没想到的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而是董事长的特助。同时，我也在暗中观察他和他2个跟班的动态，于是发现了这个直播，所以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个能指证一之。医生，我不是故意的，我废物，就是不错，万事要遇到废物。董事长，刚刚收到消息，董事会一致同意开除赵子高，并追究他渎职、职务侵占的罪行。好，乔宇，干得非常好。保安，动手，把赵子高、周冉还有他的随从全都给我轰出去！董事长饶了我吧！董事长饶了我！董事长，我不想失业。你个老东西，也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公司的功臣，我有功！老东西，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的有功！我是协会的，我不能失业！我有功！小心！魏明，你没事吧？没事，这点伤和你身上的相比，不算什么。周冉，你到底还要堕落到什么地步？乔宇，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就算是下地狱，我也会拉着你一起。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周冉蓄意伤人，可以直接把他送到执法队了。带走。放开我！乔宇，我不会放过你的。各位，这次乔宇是立了大功。乔宇啊，如果这次没有你的话，恐怕 BNT 真的会被赵子高这狼心狗肺的贼人给败了。我是您的特助，这都是我的分内事。不过，这次巡查也有意外收获。哦，面对赵子高的威逼利诱，李经理依旧不卑不亢。加上这1个月我的观察，我很肯定，他是一个有原则、有魄力的好员工。一个部门经理的职位是屈才了。好啊，有你的举荐，李经理，我会通知门市部门，提升你为分公司总经理，学习锻炼几年，假以时日，说不定你就可以取代赵子高这个位置了。谢谢董事长，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乔宇，哦不，乔特助，我更应该谢谢你。李经理，这是你应得的。你妈妈果然把你教得很好。什么？您认识我妈妈？一面之缘，不足挂齿。董事长，我送你回家吧。好，送我下楼就可以了。乔特助，我回去工作了，有什么需要的联系我。好。不走又不说话，是有话想说，但又说不出口。我只是在想，我如果要你送我去医院，是不是很厚脸皮啊？有点，你知道的，我心狠。Don't have to tell you I love your precious heart. 敢上车吗？这次换你来到我的视线。为什么不敢呢？前路漫长，何必急着做选择？乔宇，你只管享受人生。